嗨，大家好，我是阿伟。如果你突然遇见和你长得一样的人，你当下会吓到，还是会感到惊喜呢？难道这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弟弟？分身在动漫、小说、电影或电视艺术作品中，一直都是蛮吸引人的题材元素。在网络上，同一个平台存在着许多分身账号，更是普遍存在。至于拿来做好事或坏事，这个就不是我今天要探讨的话题了。但如果有谁为了支持我频道而动用了分身账号帮忙订阅分享，那在此还是谢谢他了。废话不多说，我们还是进入正题吧。分身 Doppelganger 这个词最初出现在德国作家 Jean Paul 的1796年著作的奇幻爱情小说 Sibirkias 里。一开始指的是另一个以幽灵形式存在于同一个世界的自己，属于超自然现象的一种。后来再被引进到神秘学中，当遇到自己的 Doppelganger 时，通常都视为不幸或死亡的预兆。不少伟人和历史记载都有关于 Doppelganger 的事迹，我这里就和大家分享几个比较著名的故事。如果感到害怕的朋友，可以直接跳到后面比较轻松的话题。同样1796年，俄罗斯武则天凯瑟琳大帝在某一天夜晚正在自己房间休息时，突然一位慌张的仆人闯进了女皇的房间。还没等凯瑟琳大帝开口，那名仆人便急忙地解释道，他和另外数名仆人都见到凯瑟琳大帝刚刚走进了宫殿，而他们确定女皇并没有离开房间，于是觉得事有蹊跷，便立刻进来汇报。凯瑟琳大帝听后，立马和仆人们动身前往宫殿查看。打开宫殿的大门一看，一个无论是样貌还是衣着都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女皇坐在王座上，用冷酷严肃的眼神看着众人。凯瑟琳大帝一声喝令，让身旁的士兵立马向假女皇开枪。只见枪弹打在王座上，假女皇也随即化成一团烟雾消失了。事后不久，凯瑟琳大帝便得了脑血管病而死去了。法国作家盖伊·莫泊桑也许是有史以来与自己分身最多接触的人。他一生中写过300多篇的短篇小说，其中一个名为《吕尔霍拉》的故事，讲述了一个男人随后被恶灵附身，最后渐渐发疯的故事。盖伊也声称时常和自己的分身接触，并且在自己的分身的帮助下写下了故事。在1887年写下《吕尔霍拉》之后，盖伊的精神开始慢慢出现了问题，就如对应了小说的情节一样。直至1892年，由于他自杀不成功而被送往精神病院。在第2年，病入膏肓的他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但是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然而现代所指的 Doppelganger 则与幽灵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形容样貌长得和自己相像，却同时存在于世上的陌生人。那么你是不是想，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和自己长得一样的人存在吗？就在几年前，有3个爱尔兰的大学生在网络上发起了寻找和自己长得相似的陌生人的计划。We're trying to find our twin strangers from anywhere in the world. 就在短短的1星期内，网络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应。不久，他们当中一位叫 Nim 的女生真的找到了她的第1位分身。为什么说是第1位呢？因为接下来她又找到了第2位、第3位。这3位分身，2位来自爱尔兰不同的城市，而另外1位则是意大利人。那有没有可能他们真的是从小就失散的双胞胎呢？其中同样来自爱尔兰的2位去做了 DNA 鉴定，结果表示2人不但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就连各自遥远的祖先都分别来自亚洲西南和美索不达米亚。这就证明他们的确是长得非常像的陌生人。虽然他们看上去就像4胞胎一样，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他们的五官后，会发现脸型和五官对比之下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不过不相干的4人居然有极度相似的模样，确实让人感到蛮特别的。但是仔细想想，是不是曾经也碰过2个长得很像的同学或朋友，但是他们彼此之间都不认识对方呢？而且这一想，长得像名人的人也非常多吧，就像奥巴马和这位印尼小哥，里奥纳多和瑞典小鲜肉，那英和刘嘉玲，美国总统夫人梅兰妮亚和大蛇丸，
等等，大家还是把最后这个忘了吧。判断两人长得像不像，其实人脑袋都有一个标准。其实我们大多看人脸都会忽略掉脸部的细节，而重点往往在于五官的相对位置。比如在分辨两个人像不像的时候，如果两个人五官位置大体相同的话，不管他的肤色是什么，或脸上有没有痣，都会认为他们长得很像，只不过是肤色不同而已。相反的，当他们五官位置有落差时，自然我们就觉得这两人根本就不相同，好吗？另外，澳大利亚生物学家泰根·路克斯和他的团队对美国的人体测量调查数据库中的4000张不同的脸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发现，要两个脸的8项面部特征完全一致的几率是低于10000亿分之一。换句话说，世界上也许有和你长得非常像的人，但是这种几率却是很小很小很小。这里也说明，如果要完全和你长得一样的话，那就必定要相符于不止8项，而是更多的面部特征。所以在泰根·路克斯看来，长得和你一样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存在。当然，这个是完全撇开平行宇宙或时空旅行等角度上来说啦。除非就像刚才说的，只依靠五官位置来判断人像不像的话，那和你长得像的人就的确不少了，尤其是大众脸就更不用多说啦。好了，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在下面按个赞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想要看到更多科学或是心理学小知识，欢迎订阅，也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你就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最新影片啦。我是阿维，那下个影片见。